金龙鱼饵开，鱼饵自然来。欢迎收看由金龙鱼饵独家冠名播出的第2季《游钓中国》。本栏目唯一指定用竿，开火精工。感谢瑞木浮漂、中西钓线、龙门钓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经过火箭湖养生度假1日游的休整，节目组在四川自贡重新找回了前行的热情。大毛则依旧身兼数职，为每周播出的《游钓中国》保驾护航。来到自贡，光休闲度假怎么能行？离市区不远的一处小型水库，为自贡的野钓之旅打开了篇章。水库离市区不远，但是呢，是车子离钓位太远了。这一帮钓友把我们都搬到现在了，我自己还在搬东西，还得往那边提呀。哎呀，就是每次这样换钓位搬东西到钓点真的是折腾人啊。现在下钓台吧。但现在呢，就是小型水库呢，相对呢就好钓一点。真正的大的水库你要不做个几天窝子，真的是很难钓。因为现在自然水域的鱼越来越难钓了，很多地方如果管理不够的话呢，就是什么电打的、用网的，所有的鱼都不敢靠边。所以小型水库呢，相对呢，可能还会稍微好钓一点。行吧，就在这吧，就在这，我来赶紧把钓台架上，架上以后呢，赶紧打窝子吧。听闻当地钓友介绍，这一处无名的水库最近鲤鱼上得很疯狂，偶尔能碰到不错的草鱼，更让垂钓者趋之若鹜。大毛依据自己的判断，在入库的第一时间就根据地形和植被定下了钓点。尤其不能小看这背后1亩3分地的玉米田，对于垂钓来讲，可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每次我们这个在这水域钓鱼自然水域都是要用到大平板。哎呀，我这个平板真的够结实的，也够大的。但要不结实，有的软软的，上去感觉到不安全。我刚才放平板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了，我这后面身后都是玉米地。这个地方如果是种玉米的话，我还要真的他们把我搞来了，我找他们帮我搞了一点玉米来。这个地方用玉米打窝子，我估计应该还是效果不错。这是鱼的本能，它的一种本能只要中了鱼了，它一定会往障碍物上面跑。所以现在你不把它清掉，等到中鱼的时候就收贼了。刚才是从农户家里搞了一点当地的这个老玉米，因为它上面都是玉米地。但是我为了诱鱼快，这种每年如果只要涨水的话呢，这个玉米地被淹了以后，这个鱼都是吃惯了。所以呢，它包括它收割的时候，有的玉米掉到水里去了，这些鱼都是吃惯当地这些玉米。所以我们用了点当地的玉米，再加上我们炮制的这种发酵的玉米。大毛老师一开场便在不同水深打下了2个窝子，莫非是做好2手准备？可是2个窝点间距较远，反倒会使鱼饵距窝分流，可能直接影响渔获。好在不远处姗姗来迟的身影，让一切明朗起来。哎呀，李老师在这啊？你怎么来那么晚呀？哎呀，我们平时都是在那边钓，在哪边钓那边那个稍微要平坦一点，很少再到这个地方。
你还是在这边钓吧。我这边打了2个窝，我就帮你打了个窝。我看你没来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啊，我挨着你，你挨着我钓吧，因为对它这边啊，我刚才就试了一下，这边有个像沟一样，这边深一点，这边浅一点，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地方浅一点的。我觉得呢，现在这个地方还是下风，你看风是往那边吹啊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我觉得这边好，这边我帮你打了个窝子。行，你看啊，在哪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那行吧，你把东西准备一下吧，就打在这啊。哎，这边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对着那个小树杈子，跟那个草的前面就正前方，大概6.3米的杆子这么远，好吧？好，那行就这么说，反正钓吧，反正来了自来之自安之了。啊，就是。原来是推荐我们来此垂钓的钓友刘江。现如今，各种非法捕捞、地下作业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，能在市区周边找寻到一处闹中取静的自然水域，实属难得。也要感谢钓友们无私的推荐和指引，否则这一方碧水蓝天也没办法尽数呈现。你们这个水库你钓过就是什么鱼多一点？它这里面草鱼少，鲫鱼、鲤鱼比较多。还是哎呦老三样吧，这个草友，我还是以草友为主吧，因为这个呢是广普饵，我曾经用这个纯的1包饵，很多鱼都钓了。我这个还是加20%吧，少加一点。看看你们的比例。哎，我们俩一起用吗？啊，一起用。好，那就是一起用，看看李老师。草友加20%。开口料啊，我把开口料加到30%，因为开口料里面有很多这个小米跟颗粒饲料的成分。另外的话呢，这个天下我加到20%，它这个呢是藻荇的，就是金龙天下，它是藻荇，这个加到20%。金龙的无双，这个量稍微大点，因为鲤鱼啊，包括这个。草鱼、鲫鱼啊，还有这个青鱼啊，这些高动物蛋白的饵料，它还都愿意吃。啊，这加到30%。这饵的水比在1比1.1，稍微让它透一点，因为它这个里面，它这2个，一个金龙天下，一个是金龙无双，这2个是膨化过的，它是有点吸水的。哦，吸收量比较大。吸水量的，它因为它这个饵料它膨化的。用这米汁收它一下，收一下，找下粘度，不用这个找下粘度啊。你一想，所以问你小鱼多不多呢？你小鱼要多的话，就要加这玩意了，不加它，一个它是能增加粘度。我们先钓着吧，不行到时候再看饵料怎么去调整。看看李老师的饵，哎，好嘞。以前呢，我们一般到水库啊。都喜欢找当地钓友经常钓的位置，但今天我选到这里呢，就是没有看到他们在钓。我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人钓。我刚才把钓台架下来以后啊，前面都是水草跟树枝，我都把它捞了捞。像这个天，我还是愿意钓稍微浅一点的地方，因为稍微浅一点的地方天气闷啊，浅一点地方它的溶氧量高一点。而且今天我们现在目前看着，现在这边是下风，风是往这个方向赶。风往这方向赶呢，它的溶氧量就会高一点。聪明，看来还得用通线，这草太多。草太多了，真的是要用通线。只能用通线了。这么小的一个鱼，怎么出不来了吗？啥的，你看我放它走不了。走不了不要紧，我来了嘛。哎，我来了。他就怕你，我跟你说，就怕你。哎，你顶。嘿嘿，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。可能底钩挂到。拉线要不是？不用。好，来个线给我。对。这没问题，3.5的主线。3.5，那你够狠的。哎，你够狠的。这直接草鱼一起来。啊，你够狠的。哎呀，这颜色漂亮吧？漂亮，真漂亮。是吧？
哎，这鲤鱼真漂亮。第一条鱼来了。窝料迅速发挥了效力，第一尾鱼获从深水舀上，让人大喜。可是乐极生悲的事情，却在不经意间发生了。哎呦，哎，勾到手了吧？嗯，完了完了。哎呦呦，鱼跑了不要紧啊！完了！你在开玩笑了你。这下就跳进去了。完了！你这要到医院去了。真是掉进，没事。啊？没事。我的妈嘞，这还没事，整个钩子下进手了，你说没事？嗯。啊。你这是在开玩笑啊！到医院里边去了。你到医院去吧，这个还是到医院去吧。不要去，别你别动它了。这个，我带你到医院去。赶紧去。不是吧？这不是开玩笑。花一刀啊！你肯定要去啊！好嘞。你要不去，在野外我就把你动手了，直接把它挂穿了，把这边剪断，把它拽出来了。但在这个地方你还是有条件的。现在到医院，去一会儿就回来，最多半个小时就回来。一下就可以了。消毒。其实说心里话，我们在自然水域钓鱼，很多的钩子呢都是有倒刺的，啊，它跟我们在竞技场里面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广大的钓友，就是在这个自然水域钓鱼，钓到这个鱼的时候啊，就抓鱼的时候呢，一个是用毛巾，或者呢是从抄网外面要看清楚鱼的钩子在什么地方，去抓这个鱼，把鱼抓紧了以后去取钩。野外垂钓，钓友们还是要时刻注意自我保护。好在今天的钓场离市区并不远，大老爷们儿轻伤不下火线。不到半个小时，老刘就又回到了钓场，和大毛并肩作战。李老师，啊，我又回来了。又回来了。哎呦，缝针了吗？弄好了，小问题。小问题啊。沟渠动了个小手术，把它开了一刀才把它。肯定啊，你这个所以要小心啊。就是啊，你看钓鱼钓了20年，这还是头一次。你这还是个大钩子，多大的？10号的？几号的？11号的？10号。我知道，一看我像10号的钩子嘛。主要是李老师来了，太激动了啊！太激动了，你激动不行，激动不能往手上挂。就是。哎呀，这钩子要留着啊，这钩子回去留着打个项链啊。我打个项链，我这不。它都往草里去，它这个鱼啊一进窝这里全进来了。这条也不大，这条也不大。我知道线用的细，线用的不粗，钩子也小。哎，好啊，进来了。哦，刘总啊，我钓一条鱼太难了。好了，你看这尾巴黄黄的。好了，哎，好了。两人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渔获此起彼伏。既然都有了收获，对今天这里的鱼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尤其是老刘，潇洒连竿好几尾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刚被调皮的鱼饵伤到手的人。哟，还是掉了，还得用抄网。可是临近晌午，吃口陡然出现了分水岭，连续咬上的小鱼让垂钓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沉寂。其实早上我来的呢是算早的，来了以后没有看到别的钓友钓，但是转了一圈，来了我打了2个窝子。老刘来的还晚，他呢拼命的上鱼。其实我今天可能还是我那种判断的失误吧。潜水可能要比深水啊效果要好一点。现在看起来我这边这个潜水啊，不如老刘这边深水了。
同样的饵料打了2个窝子，但是呢，它那边上鱼上的很好，我在这个位置呢是一直上鱼上的很差。其实深浅也就差多少呢？20公分，啊，我这太空都没有动，深浅就差20公分。它并不是像差这20公分能讲什么，就是还是鱼练这个弯嘛。我们等于这个地方像凸出来一样，按道理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好的地方，就所有的鱼啊来回走啊，这应该是个鱼道。但是呢，看起来现在还是风一直在往里面吹，看着下风里面草多啊，下风里面还是要效果更好。下去漂就动啊，全是鲫鱼吗？那全是鲫鱼，还是鲫鱼，你看全是玩意了。哎，好，这就鱼蹭线了，2个鱼鳞，这是什么鱼啊？鲤鱼是鲤鱼，这是鲤鱼。挂到鱼鳞，说明窝子里有鲤鱼徘徊，只是舍不得开口。大毛岂肯坐以待毙？好钓的鱼，我们顺势而为；难开的口，我们更要迎难而上，迅速调整饵料状态。这样的变化，鱼儿会买账吗？这里面的这个杂鱼啊是太多了。开始获的饵料啊，就是可能腥度大了一点，小鱼啊招的太多，而且我饵料啊，软硬度稍微软了一点。整个白条跟鲫鱼啊，没钓2条，就没办法钓了，全是顶着漂，没办法钓。我后来把饵料重新调整了一下，用了50%的开口料，50%的这个超柚，用米汁柚把粘度找上了以后啊，加了一点碎的这个玉米，就是酒米啊。加完以后，这个明显的感觉到效果就好多了，因为它的窝子里面有鱼，就鲤鱼啊抢食啊，它抢不过这些小白条，抛下去每竿它都是顶在葫芦上面，这饵料到不了底。鲤鱼大一点的鱼呢，都是在窝子底下，但是小鱼在上面把整个饵料都抢完了。抓紧时间拍全景啊！哦呦！我这个水雾比较大，但是。好了。哎呦，走吧。饵料状态稍作调整，起到了奇效，有效地避开了小鱼的侵扰。又是一阵连杆，向我们展示了垂钓这门学问果然是要因势而变，合理变通。旁边一门心思观漂象，言语不多，稍显生分的老刘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这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见面了，而他和大毛老师的渊源，得从第1届升中湖大赛说起。李老师，哎，今天我们俩可不是第一次钓鱼啊。我俩不是你对我还有些印象没有啊？我看你面熟，想不起来。那时间倒是比较久了，09年，千人大赛申中湖，千人大赛那次比赛，你拿的冠军，我拿的第2名。哦，咱俩同台领奖了，我当时招呼过你。是，你这样一讲，对我感觉你面熟，老想问。就是。哦，那第二届我们俩有印象了，参加过。有印象了。对。哎，你是2年还参加吗？这2年没有了，我就是问你今年，你参不参加？你要参加的话，
我们一起好不好？我去啊，我这每年都去啊。每年都去了。我这每年都去啊。今年我也去。今年你也去啊？哎。我今年可能还是要代表金龙了啊。那我今年也代表金龙。你也代表金龙啊？你来1队，我来2队吧。好，好吧？好。要不我们再组合在一个队更好。对，也可以嘛。就是啊。哎，这水质好。慢点。哎，没使劲儿，我没使劲儿，让他走。哎，是。那不要拿这个，拿这个长一点的。哦耶，头在那儿。你倒在刮地下，哎，对，刮地下，哎，对。能不能把它倒出去？它全部是草，藏到草上面了。好，走了。出来了吧 ？OK。草鱼。哦，草鱼。哦，老草鱼。哎，草鱼上了。你说里面草鱼蓝钓，草鱼蓝钓也钓上了。7、8斤吧。好。10斤的有。这条草鱼不小，这条草鱼。你看这个，鱼还是挺给你面子的，虽然手受伤了，破啊，手受伤了。来。2位故友相见，这位草鱼也想来凑热闹。沉寂半晌的老刘收获爆棚，不知是不是手上见红，讨到了好彩头。今天的渔获已经让人喜上眉梢了。大毛则想趁着这闷热的天气变脸之前，继续抽上几杆。又来了，还是这玩意，发力了，你看，它就哪地方有啥鱼往哪去，不是鲤鱼，所有的鱼都一样，它要冲不出去，刚才是往外冲不出去，它就往草里面钻。好，一把钩子得到桥了，一得到桥里老实了吧？上鱼的节奏一直持续到变天前，一尾尾的鲤鱼让大毛大呼过瘾。连竿对野钓来说本就奢侈，此行钓友所言非虚，好好的让我们过足了手瘾。老刘啊，下雨了，我们怎么收吧？今天真的钓得够爽的了。你虽然说是手被钩子勾了，还是比较眷顾你的。你看，你今天鲤鱼也钓到了，大草鱼也钓到了，还差点运气。这个钓鱼啊，钓大鱼可遇不可求，没有办法。下了，我们还得收吧，好吧？那行，我得收吧，赶紧收。有钓中国全程饵料赞助金龙鱼饵，特别鸣谢开沃精工、中西钓线、瑞木浮漂、龙门钓箱、维卡莱林、钓鱼人、九泰、华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关注有钓中国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最新拍摄花絮。下周2晚8点30分，有钓中国邀您精彩继续。